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呢，强迫性人格他们容易激怒的这个部分。那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的人如果有强迫性人格或者是强迫症的人，他们其实很容易会为了一些事情生气，然后甚至会暴怒。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讨论这个部分吧。首先，一样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呢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了。OK， 好，首先一样再一次声明，强迫症跟强迫性人格是不一样的。OK， 一个是属于比较多是焦虑症，就是强迫症，它是比较是焦虑，会有侵入性的一些想法、念头或者是影响。然后他们会有一些冲动性的行为来减轻他们的焦虑，而强迫性人格呢，则是属于比较极端的完美主义者，所以他们会因为想要求所有事情都非常完美，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变通，做人没有弹性，甚至非常的苛刻，导致于他们在跟人相处上面是有极大的困难。那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呢，其实强迫症跟强迫性人格，他们的共病几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强迫症的人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也可能会有强迫性人格。那有强迫性人格的人也很常会被诊断其实是有强迫症的。But they are totally different. 所谓的 anger attack 就是我们的突然的那种暴怒。其实呢，它在神经生理那个部分呢，其实是比较偏向于恐慌发作，它是一种属于自主神经激发的一个现象。其实呢，就是所谓的 autonomic arousal。那所谓自主神经激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例如说，可能就会感受到心跳加速啦，或者是呼吸非常的急促，然后或者是会流汗等等之类，在短时间内突然有这样子非常紧凑、非常强烈的一个生理的反应。这就是一个 autonomic arousal， 然后也就是属于自主神经的激发。那跟我们的那个突然的暴怒，也就是 anger attack， 它其实是跟 panic attack 很像，那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发生。那一般来说呢，只有强迫症跟强迫性人格的人呢，其实是不太会有所谓的 anger attack， 反而是呢，强迫症的人，他们如果呢患有其他的心理疾病，例如说像忧郁症、抑郁症，又或者是焦虑症，他们呢就比较容易会有所谓的 anger attack， 就是愤怒的发作。那有 anger attack 症状的人，患有 OCD、OCPD 的人，不见得他们的情况就是比较严重，而是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个共病，就是 anxiety or depression。那他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在 OCPD， 也就是强迫性人格上面看到的呢，比较多的是这样子人格疾患的人，他们的攻击性比较强。例如说，他们可能会对别人充满了批评，然后他们在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们觉得他们受委屈或者是被打击了，你在嫌弃他不好，他的那个报复心态会非常的强，然后他们也很难表达他们的同理心。之所以会说很难表达同理心，是指说他们其实对于别人、对于身边人，其实他们是可以感受到爱跟关怀，也就是他们可以知道说，我其实很爱这人，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不去批评你。然后他的那种爱啊跟关心啊，没有办法转换成同理心。在面对事情上面，有强迫性人格的人呢，他们就是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我的标准是对的，怎么可以不朝这个标准走呢？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在这个部分他们是没有办法表达同理心。那在临床上面，我们也常会看到有强迫性人格的人也容易会患有逃避性人格，因为他们可能会比较是一个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被动性的攻击。那他们会对人呢也容易充满了敌意，就是内心很多很多的嫌弃，所以就会有一种充满了敌意的感觉。那有一件事情倒是蛮妙一个现象，就是强迫性人格的人啊，如果说他们遇到一个
非常温暖的人。这样子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感受到其实是一种厌烦，就是不耐烦，然后会有一种反感，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你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还会觉得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因应之类。因为对他来说，他的世界所有的互动都是充满了就是批判，怎么样做比较好，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所以他比较没有那种就是哦你好棒哦 Yeah, you're the best. 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模式在他的脑海当中，所以对他来说这是很难了解的一个部分。另外呢，强迫性人格的人他们比较容易固着，就是对于过去的事情，他们常会 ruminate， 就是不断的在那边反刍，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在想，然后就一直在脑海里面不断转，然后转不出来，所以到最后他们那种你会发现他们很容易记仇。他们会把就是你曾经对他们不好，或者是他们觉得很受伤的部分，他会一直想，然后还会有自己很多内在的对话，所以那些部分他都会记起来。久了呢，他们就会一直在里头打转，然后转不出来。那 OCD 就是强迫症的人，我们刚才说了，他们会有所谓的 anger attack， 其实是跟他们也许是患有忧郁症或者是恐慌症有关。那强迫性人格 OCPD则是呢，表现比较多的是他们在失望、挫折、不耐烦，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对人的相处过程当中，他们会不断有很多的批评，甚至产生攻击或者是敌意的部分，而这些都是来自于他们想要追求完美的那个特质。那所以有人就会问说，那怎么治疗？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对于他们容易就是有 anger outburst of anger or anger attack 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会着重在提升他们在人际互动、人际关系上面的一个弹性，然后跟别人有多一些的包容，也增加对于自己的情绪的一些自我觉察，包括去了解你的这些生气跟暴怒对于你还有你身边的人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帮助去他们看见这些之后，我们才有动机让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然后有所改善。其实呢，我们发现啊，大部分的人现在大家都会讨论很多关于边缘型人格啊 BPD， 又或者是自恋型人格 NPD这是非常流行的人格特质或者是人格疾患，常常被大家拿出来说。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其实强迫性人格它的盛行率相对是比较高的，而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人，我们以为他是自恋型人格，但是其实也许他是强迫性人格，又或者是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然后我们一直被批评，然后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好 and maybe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被诊断，所以我们还不知道。Anyway，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部分，下一次我们会跟大家讨论强迫性人格跟自恋性人格他们之间的相似跟相异处。OK， 下次见啦。